第19章，瓦尼科罗。这可怕的景象预示着鹦鹉螺号在其航行中将遇到一系列海难。自从我们在船只往来更为频繁的海域航行以来，我们经常看到沉船在水中漂浮腐烂。在更深处，则有大炮、炮弹、锚、铁链以及上千种其他被铁锈腐蚀的铁器。12月11日，鹦鹉螺号载着与世隔绝的我们，来到了波莫图群岛，即布甘维尔称之为危险群岛的古老群岛。它从东南向西北延伸，长约500里格，位于南纬13度30分至23度50分，西经125度30分至151度30分之间，从杜西亚岛一直延伸到拉扎列夫岛。这个群岛覆盖面积达370平方里格，由大约60个岛群组成，其中最著名的是甘比尔群岛，法国已将其置于保护之下。这些都是珊瑚岛。由于珊瑚虫的作用，缓慢但持续的隆起，总有一天会将它们连接起来。这个新形成的岛屿日后会与邻近的群岛相连，形成一个从新西兰、新卡里多尼亚一直延伸到马尔克萨斯群岛的第5大陆。有一天，我向尼摩船长阐述这个理论时，他冷冷地回答我：世界需要的不是新的大陆，而是新的人。航行的偶然将鹦鹉螺号带到了克莱蒙特托内尔岛，这是该群岛中最奇特的岛屿之一。由米涅瓦号船长贝尔于1822年发现。那时，我得以研究珊瑚虫纲的生物系统，正是这些生物造就了那片大洋中的岛屿。珊瑚虫纲生物不应与珊瑚混淆，其组织外覆盖着一层石灰质外壳。我的导师米尔恩·爱德华兹根据其结构变化，将其分为5个部分。分泌这种珊瑚虫的小动物成千上万的生活在其细胞底部，它们的石灰质沉积物变成了岩石、礁石、小岛和岛屿。在一些地方，它们围绕着一个泻湖或内部小湖，形成一个环形，通过缺口与大海相连。在另一些地方，它们形成了礁石屏障，例如新卡里多尼亚海岸和波莫图群岛中许多岛屿的礁石。最后，在像留尼汪岛和毛里求斯岛这样的地方，它们形成了锯齿状的礁石，高而窄的壁垒，在其附近，海洋深度相当可观。我们沿着克莱蒙特托内尔岛的悬崖峭壁航行，相距不过几链格，我得以欣赏这些微小工匠完成的宏伟工程。这些壁垒主要由被称为铅孔珊瑚、冰珊瑚、星珊瑚和脑纹珊瑚的珊瑚虫构成。这些珊瑚虫主要在波涛汹涌的表层水中生长，因此它们从顶部开始建造这些结构，随着支撑它们的分泌物残骸的堆积而逐渐下沉。这至少是达尔文的理论，他用这种方式解释了环礁的形成。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比那种认为珊瑚虫结构的基础是位于海平面以下数英尺的山峰或火山的理论更令人信服。我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些奇特的壁垒，因为从垂直方向测量，水深超过300米。我们的探照灯照在明亮的石灰岩上，使其闪闪发光。孔塞伊问我这些巨大屏障的生长速度如何，我告诉他，科学家估计这种生长速度为每世纪1/8英寸，这让他大吃一惊。那么，他说，要建造这些墙壁，需要192000年。我亲爱的孔塞伊，这大大延长了创世所需的时间。此外，煤的形成及被洪水淹没的森林的矿化过程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我必须补充一点，圣经中的日指的是时代，而不是太阳从升起到落下的时间，因为根据圣经本身，在创世的第一天，太阳并不存在。当鹦鹉螺号浮出水面时，我得以完整地观察克莱蒙特
托内尔岛。它地势低矮，树木繁茂，它的珊瑚岩显然是被洪水和暴风雨滋养肥沃的。有一天，一些被飓风从临近陆地吹来的种子落在了混杂着腐烂鱼类和海生植物残骸的石灰质层上，形成了腐殖土。一个被海浪推到新海岸的椰子胚芽扎下了根，树木在生长过程中锁住了水汽，一条小溪出现了，植被逐渐蔓延开来。一些小动物，蠕虫和昆虫乘坐被风吹倒的树干而来，海龟来产卵，鸟儿在幼树上筑巢。就这样，动物生命发展起来，并被植被和肥沃的土地所吸引。人类出现了，这些岛屿就是这样形成的，是微小动物的巨大作品。黄昏时分，克莱蒙特托内尔岛消失在远方。鹦鹉螺号明显改变了航向，在通过南回归线及135度经线后，它向西北偏西方向前进，重新进入热带地区。虽然夏日的阳光慷慨地洒下光芒，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热，因为在30-40米的深度，温度不会超过10到12摄氏度。12月15日，我们将迷人的社会群岛和美丽的塔希提岛、太平洋的女王留在了东边。早上，在几英里外的下风处，我看到了这座岛屿高耸的山峰。这里的海水为鹦鹉螺号提供了优质的鱼类，青鱼、尖鱼、长鳍金枪鱼以及一种叫做 Monerophis 的海蛇。鹦鹉螺号已经航行了8100海里。当它经过汤加塔布群岛、阿尔戈号、太子港号和波特兰公爵号的船员在此遇难，和萨摩亚群岛、拉佩鲁兹的朋友德朗格船长在此遇害时，计程仪显示为9720海里。然后，它沿着斐济群岛航行。这个群岛从北到南延伸约100里格，从东到西约90里格，位于南纬6度至2度。西经174度至179度之间。它由一系列岛屿、小岛和环礁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维提岛、瓦努阿岛和坎达伍岛。1643年，塔斯曼发现了这个群岛。同年，托里拆利发明了气压计，路易14登上了王位。至于这些事件中哪一件对人类更有用，我就留给读者去思考了。后来，库克于1714年，丹特雷卡斯托于1793年，最后，在1827年，迪蒙迪威尔理清了这个群岛的地理混乱。鹦鹉螺号靠近了瓦伊莱阿湾，这里曾是迪龙船长遭遇可怕冒险的地方。他是第一个揭开拉佩鲁兹沉船之谜的人。这个海湾曾多次被疏浚，盛产优质牡蛎。我们遵循塞内卡的建议，在餐桌上打开后尽情享用。这些软体动物属于在科西嘉岛非常常见的牡蛎蛤蜊科。瓦伊莱阿的牡蛎滩一定相当可观，而且如果不是因为有许多破坏因素，这些聚集的牡蛎最终会使海湾饱和，因为仅一个牡蛎中就有多达200万个卵。如果内德兰德没有因为贪吃而后悔，那是因为牡蛎是唯一不会引起消化不良的食物。事实上，至少需要6打这种无头软体动物，才能提供一个普通人日常饮食所需的315克含氮物质。12月25日，鹦鹉螺号正航行在新赫布里底群岛中。该群岛由奎罗斯于1606年发现，布甘维尔于1768年对其进行了考察，库克则在1773年赋予了它现在的名称。这个群岛主要由9个大岛组成，形成一条从西北偏北向东南偏南延伸120里格的地带，位于南纬15度至2度，东经164度至168度之间。我们经过了奥罗岛，中午时分观察到它，像一片由一座极高峰主宰的绿色森林。那天是圣诞节，我觉得内德兰德非常怀念圣诞节的庆祝活动，那是新教徒非常看重的
真正的家庭节日。我已经8天没有见到尼摩船长了。27日早上，他走进大客厅，就好像5分钟前刚离开我一样。我正在地球仪上查找鹦鹉螺号的航线。船长走过来，用手指在海图上的一个点，只说了一个词：瓦尼科罗。这是一个神奇的名字。拉佩鲁兹的船只就是在这里失事的。我一跃而起，问他：鹦鹉螺号要带我们去瓦尼科罗吗？是的，教授。我能参观这些因指南针号和星盘号失事而闻名的岛屿吗？是的，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什么时候到达瓦尼科罗？我们已经到了。我跟着尼摩船长上了甲板，从那里急切地眺望着地平线。东北方向出现了2个大小不等的火山岛，周围环绕着一圈周长40海里的珊瑚礁。我们正对着瓦尼科罗岛本岛，迪蒙迪维尔将其命名为拉雷谢石岛，更确切地说，是位于南纬16度4分，东经164度32分的小港瓦努。陆地从海滩一直到内陆山峰都覆盖着植被，山峰中最高的是海拔920米的卡波戈山。穿过外部礁石带的一条狭窄通道后，鹦鹉螺号进入了碎浪区，那里的海水深度为30或40英寻。在红树林的绿色荫蔽下，我看到一些土著人，他们对鹦鹉螺号的靠近感到非常惊讶。他们难道不把这个在水面行进的细长黑色物体看作是一种需要提防的可怕鲸鱼吗？这时，尼摩船长问我知道多少关于拉佩鲁兹沉船的事。和大家知道的一样，船长。那您能告诉我大家都知道些什么吗？他带着一丝嘲讽的口气问我。当然可以。我向他讲述了迪蒙迪维尔最新研究成果所揭示的情况，以下是这些研究的简要总结。拉佩鲁兹和他的副手德朗格船长于1785年受路易16派遣，分别指挥护卫舰指南针号和星盘号进行环球航行，但他们再也没有回来。1791年，法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担忧这2艘护卫舰的命运，装备了2艘大型横帆运输船探索号和希望号，于9月28日在布吕尼丹特雷卡斯托的指挥下从布雷斯特起航。2个月后，根据阿尔伯马尔号指挥官鲍恩先生的证词，得知在新乔治亚海岸发现了失事船只的残骸，但丹特雷卡斯托无视了这个警告，而且这个警告本身也相当不确定，转而前往海军上将群岛。亨特船长的一份报告曾指出那里是拉佩鲁兹失事的地点。他的搜寻毫无结果，希望号和探索号甚至经过瓦尼科罗岛而没有停留。最终这次航行非常不幸，丹特雷卡斯托、他的2名副手以及几名船员都因此丧生。第一个找到遇难者确凿踪迹的是一位名叫迪龙船长的太平洋老航海家。1824年5月15日，他的船圣帕特里克号经过新赫布里底群岛之一的提科皮亚岛，在那里，一个乘独木舟靠近的土著男孩卖给他一把刻有字符的银剑柄。此外，那个男孩声称6年前在瓦尼科罗岛逗留期间，他曾见过2名欧洲人，他们属于多年前在该岛礁石上搁浅的船只的船员。迪龙猜到这指的是拉佩鲁兹的船只，其失踪曾震惊世界。他想前往瓦尼科罗岛，据那个男孩说，那里有许多沉船残骸，但风和海流阻止了他。迪龙回到了加尔各答，在那里，他成功地让亚洲协会和东印度公司对他的发现产生了兴趣。他们为他提供了一艘船，命名为探索号。他于1827年1月23日起航，
并由一名法国代理人陪同。探索号在太平洋的几个地点停靠后，于1827年7月7日在瓦尼科罗岛抛锚，停泊在与此刻鹦鹉螺号所在的瓦努湾同一地点。在那里，再也没有任何疑问了。狄龙在失事地点停留到10月，以完成他的调查。然后他离开瓦尼科罗岛，前往新西兰，于1828年4月7日抵达加尔各答，并返回法国，在那里受到了查理十世的热烈欢迎。但是，在那时，迪蒙·迪维尔在不知道狄龙工作的情况下，已经出发到别处寻找失事地点。事实上，根据一名捕鲸船船员的报告，得知在路易西亚德群岛和新卡里多尼亚的土著人手中发现了一些奖章和一枚圣路易十字勋章。于是，指挥星盘号的迪蒙·迪维尔出海了。在狄龙离开瓦尼科罗岛2个月后，他在霍巴特镇抛锚。在那里，他得知了狄龙的发现，并且还了解到加尔各答联盟号的二副詹姆斯·霍布斯在位于南纬8度18分、东经156度30分的一个岛屿登陆后，注意到当地土著人使用的一些铁条和红色布料。迪蒙·迪维尔相当困惑，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那些刊登在不太可靠报纸上的报道，但他还是决定追随狄龙的足迹。1828年2月10日，星盘号出现在提科皮亚岛前，雇佣了一名定居在该岛的逃兵作为向导和翻译，启程前往瓦尼科罗岛。他于2月12日望见该岛，沿着其礁石航行至14日，直到20日才得以在屏障外，即瓦努湾抛锚。23日，他的几名军官勘察了该岛，并报告了一些不重要的残骸。土著人采取否认和回避的策略，不愿带他们去失事地点。这种可疑的行为表明他们虐待了遇难者。事实上，他们似乎担心迪蒙·迪维尔是来为拉佩鲁兹和他不幸的同伴复仇的。然而，26日，在一些礼物的劝说下，并且明白他们无需担心任何报复，他们带领迪维尔的副手雅基诺前往沉船地点。在那里，水深3-4英寻的地方，躺着毛、铁和铅的压舱物，都嵌在石灰质的凝固物中。星盘号的长艇和捕鲸艇前往该地点，船员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捞起一个重达1800磅的锚、一门8磅铸铁炮、一块铅压舱物和2门铜炮。迪蒙·迪维尔通过询问土著人得知，拉佩鲁兹的2艘船在岛上的礁石上失事后，他用残骸建造了一艘较小的船，但这艘船也沉没了。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星盘号的指挥官在一片茂密的红树林下为这位著名的航海家和他的同伴们树立了一座纪念碑。那是一个简单的4角锥形纪念碑，建在珊瑚基础上，上面没有任何可能引起土著人贪婪的金属物品。迪蒙·蒂维尔想立即离开，但他的船员们因那些不健康海岸的胀热而疲惫不堪，他自己也病得很重，所以直到3月17日才得以装备船只。法国政府担心迪蒙·迪维尔不知道狄龙的发现，派遣了由莱戈朗德特罗姆林指挥的护卫舰巴约内斯号前往瓦尼科罗岛。该舰当时正在美洲西海涅休西海岸巡逻。巴约内斯号在星盘号离开几个月后，在瓦尼科罗岛前抛锚，没有发现任何新的东西，但证实了土著人没有动过拉佩鲁兹的陵墓。这就是我向尼摩船长所做的简述。那么，遇难者在瓦尼科罗岛上建造的第3艘船沉没在哪里，仍然不得而知，是吗？是的。尼摩船长没有回答，示意我跟他去大客厅。鹦鹉螺号下潜了几米，舷窗板打开了，我跑到玻璃窗前，在覆盖着菌珊瑚、管珊瑚、软珊瑚和石竹珊瑚的珊瑚堆上，所有这些都来自失事的船只，
如今覆盖着鲜活的花朵。当我凝视着这些凄凉的残骸时，尼摩船长用庄严的语气对我说：“拉佩鲁兹司令于12月7日率领指南针号和星盘号起航。他首先在植物学湾抛锚，访问了汤加群岛和新卡里多尼亚，前往圣克鲁斯群岛，并在哈派群岛中的纳穆卡岛停靠。然后他的船只抵达了瓦尼科罗岛未知的礁石。指南针号在前航行，在南岸搁浅，星盘号前来援助，也搁浅了。第一艘船几乎立即被毁，第二艘船在下风处搁浅，坚持了几天。土著人友好地接待了遇难者，他们在岛上定居下来，并用2艘大船的残骸建造了1艘较小的船。一些水手决定留在瓦尼科罗岛，其余的人身体虚弱且生病，与拉佩鲁兹一起前往所罗门群岛。在那里，他们在该群岛主要岛屿的西海岸，在失望角和满意角之间遇难。您怎么知道的？我问。我在最后一次沉船的地点发现了这个。尼摩船长给我看了一个印有法国国徽、被海水侵蚀的锡盒。他打开盒子，我看到一沓发黄但仍可辨认的纸张，那是海军部长给拉佩鲁兹司令的指示，上面还有路易16亲笔的批注。对于一个水手来说，这是多么美丽的死亡！尼摩船长说，这珊瑚墓穴又是多么宁静！愿上天保佑我和我的同伴们不会有别的坟墓。